都是 C 狗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C 狗魔幻分享，我是 C 狗。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也就是我们昨天开完盒的这一款由超新星再版这一款 EW 的重炮高达。那么这一款呢，也是在初版的 EW 重炮高达的基础上，阉割了地台以及作为特点的炮架，此后呢就换成了刺猬装备。所以说呢，相当于是用了一个刺猬装备换了一个地台，一个炮架。不知道各位感觉这个到底是值不值得？反正我感觉有点五五开的意思，但是总感觉少点东西不是特别的好。毕竟我之前看到有这么一位朋友的评论，说一个做地台起家的厂子竟然做模型不给地台，属实是有一点讽刺。那么今天的这一款重炮呢，应该算是超新星的重炮高达第3次，或者说第4次再版了。说实在话，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重炮高达身上的这些板件，所有的板件质量和刺猬装备的板件质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套模具呢，真的是越用越差，这一点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了。那么由于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所以说呢，本期的视频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这款模型的一些素质表现。那么还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头部。头部除了提供了这一个正常的重炮的头部呢，还提供了一个半张的小丑面具。这里边呢，其实套件里还提供了一张全的正常的形态下的小丑面具，各位玩家可以自行的选择替换。那么头部整体的可动性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也都是 W 系列的正常水准。两侧的这个天线也是非常细的，而且这个部分呢比较难安装，加上零件是比较软的，所以说这里建议各位对内部的孔位进行一定的消除，最后上胶水解决。胸部部分依旧是维持了超新星一贯的这么一个风格，身上的一些刻线以及一些细节表现呢，其实还算是比较正常了，没有魔改的那么过。然后呢，前端也是可以这个加特林加仓的可以打开，内部也带有一定的细节。下端呢，驾驶舱的舱门也可以打开，但是超新星的零件是并没有配备我们的1:100的小人的。这里还是要提一嘴由于超新星的板件质量实在是太软了。身上的这一些绿色的条纹，虽然说万代是用了贴纸，超新星它是改成了分件，这一点确实不错。但是在拼装的时候，这个零件真的是，要不然就是怼不出来，要不然就是非常容易中间给它划断了。腰部可动范围呢，依靠这2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这个手感比较紧，而且这个时候呢，活动的时候很容易就这么一个松脱了。手臂部分最大的特点呢，也就是这个肩膀了。肩部呢是采取了这种多形态的导弹夹舱了，通过折叠翻折就可以实现所有导弹的一个释放样式，并且超新星的这一点是做的比较好的，所有导弹呢都是采取了一个分件，这一点确实是比较好。但是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本次安装的刺猬装备呢，需要在肩部黄色这个尖刺呢替换成黑色的分件，而且这个副本也没有在说明书上进行标注，也就是 Y16、Y17 是使用刺猬装备的，一定要记得更换。而且呢，整个肩部最大的问题呢，也就是这个零件是比较松的，建议各位直接给它粘死在这里了。再来呢，这个小黑色零件也是比较松的，也建议各位直接给它粘在这里。那么其他的部分呢，也就是整个翻折起来的这个盖板呢，里边这个卡扣这个零件卡在整个上面的盖板里头的那个小卡榫是比较松的，而且非常容易被弹开。建议各位针对于这个连接件的卡榫呢，进行一定的胶水直加固。那么其他的部分，整个肩膀部分呢，抬起其实呢幅度就比较小了，毕竟嘛涉及到了这么大的重装装备。手臂部分也就是最普通的 W 系列的装备了，外部有一个普通的接口，是用来直接安装后期的加特林部分。手臂的卡榫呢，无论是可动表现也算是正常水平了，而且这里还要注意一下，这一侧的这个黑色小片呢，其实我这条手臂是有点松的，另一条手臂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部分位置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连带着手臂上方的这个黑色的小圆片呢，也是非常松的，建议各位在里边点胶水之后，使劲的摁在里头就可以了。胯部的裙甲部分并没有我们之前所介绍过的超新星的沙漠以及超新星的神龙那么松，但是这个可动表现以及这个松紧程度，其实依旧是没有一个算是太满意的结果吧。而且呢，整个裙甲最大的用处呢，也就是针对于导弹夹舱的一个释放样式了，也就是说我们最后的全弹发射这一个部分也都是分件，而且整体的活动手感也不错。在身高比例上方面呢，超新星是对所有的它出过的机体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魔改。首先最容易发现的魔改呢，就是在整体的身高呢是拉长到了18厘米的机设。虽然说 W 系列机体呢都是小比例模型，但是在超新星这里因为拉长了整体的腿部长度以及整体的这个身高长度，所以说呢最终呈现的效果会和一些正常的 MG 级别的机体呢是相差无几的。
这个腿部呢也是进行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刻线细节的魔改，但是我因为时间实在是没有太够的时间，我就没有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渗线。那么原本重炮上面的所提供的导弹夹舱呢，也是可以进行打开的，里边的导弹也是都有进行挂载的。那么这个导弹夹舱的挂载也非常简单，就依靠一个纯金卡榫进行连接。至于整体的腿部可动性啊，其实也算是达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连带的膝盖部分呢，还有一定的开合联动效果，这个整体的效果啊还是不错的，把玩的手感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熟知超音星材质的朋友都知道，超音星的模型其实放时间长了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个松软的情况的，这一点啊还需要各位自行的解决了。那么最后呢，主体部分也就剩下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背包了。背包啊，主要是充当着超音星重炮高达标志性武器2把加特林的一个炮架进行使用的。整个机械臂啊，其实整体的一个紧实度还是非常的够用的。我们直接通过连接件把加特林插在这上面，就可以完美实现加特林的挂载样式了。那么这个背包啊，其他的部分的细节呢，其实就没有太多的东西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基础的武器装备。基础装备呢，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这4把加特林了。从万代原版设定上的2把加特林呢，提升到了4把加特林。那么所有的加特林整体的一些分件细节呢，和之前呢保持了一致，采取了大量的金属黑色以及金属银色进行了一个点缀，上方还有条纹的零件进行一个其他方面的点缀，这一点还是可以的。至于内部的握把也是可以翻折出来的，但是针对于这一款重炮高达身上，我个人认为这个握把呢，其实并没有什么一个用处的。那我通过连接件直接将所有的加特林装备握持在手上就可以实现了，而且啊，这个挂载力度呢，而且是非常够用的。那么至于其他的加特林呢，还可以通过内部连接件的替换，实现挂载在后面的背包样式。整个相格啊，最后呈现的就是这个类似于烟囱一样的造型，挂载了2个加特林，而且呢，通过机械臂的连接，也可以将加特林的炮口冲向前方，实现一个全弹开炮的样式。那么剩下的加特林呢，还可以通过连接件2把加特林组合成一个4个箭筒的加特林，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可以双入之后呢，组成一个很多或者说全搭载重炮的这么一个样式。那么当前这个状态下，就是挂载了所有的刺猬装备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呢，挂完刺猬装备以后啊，整个状态下呢，确实是比较威武，也比较厚重，但是与之相对的，也就是带来了众多非常让我很不爽的问题。首先，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刺猬装备的构造。首先呢，就是在刺猬装备的导弹夹舱部分，我就打开一个来看一下。内部呢是带有这种的导弹分件的，而且啊，这个舱门呢都是带有独立的，侧面呢也是舱门可以独立展开的。这个部分设计呢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整体的导弹量也是很不错。但是啊，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松了。而且从刚才的画面当中，各位也可以看到，这个胯部对于整个肢体的支撑啊，是基本上是完全不够的了。就算是往那一站啊，整个胯部呢都是有可能向两边进行一个倾斜的。腿部的导弹夹舱呢，提供了外侧外挂的新规的导弹夹舱，这个里边的导弹啊，其实是更加的密集的，但是也是更加的小。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啊，有点密集苦行症的感觉了。而且这个夹舱呢，其实还是要和原本的夹舱的舱门是完全的共用的，也就是说，这2个夹舱你只能选择一个夹舱进行其中的安装。腿部后面呢，也是追加了一个履带的装甲，这个装甲呢，其实带有一定的所谓的联动机构，直接把它放起来，其实能够对整个腿部起到一个整体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支撑的作用。而且啊，履带的整体的细节其实是真的不错，对于整个刺猬装备的细节刻画呢，我个人认为刻画的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也是很到位的。那么这个时候腿部呢就会减少了一个倾斜的状态，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想要一个暂时状态下，那么就当前的这个状态暂时就好了。那么今天这一款超新星再版的重炮高达的一个简单的分享视频呢，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的结束了。综合素质表现来说啊，由于超新星板件以及整体的一些其他的零件质量方面呢，我个人认为算是目前国产翻模盗版高达里边比较好的一个素质表现了。但是针对于超新星厂家的一些一些不是特别好的操作，以及这款模型在对于全装搭载下的一个问题表现，我个人认为啊，目前的价格160多元，对于它的来说呢，还算是不错。想买的朋友呢，其实也可以去尝试着买一台，毕竟我估计没2天又得，或者1个月以后又得涨价了，之后下一次再版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毕竟所谓的饥饿营销真的挺恶心的。那么好了，今天的 C 狗魔幻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是 C 狗，我们下期见。